美国军方高层大肆渲染，鼓噪所谓大陆已经做好武力攻台准备，大陆即将发动台海战争已经不止一次。2021年3月，当时即将卸任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预测中国大陆会在6年内收复台湾。随后，当年的3月23号，在确认美军印太司令部新任司令阿奎利诺提名的听证会上，阿奎利诺在戴维森的相关言论基础上继续添油加醋，声称在印太地区最担忧的事情就是中国大陆武力接管台湾。值得注意的是，已经退役的戴维森本月23号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又重申了他2年前的所谓评估。除了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耸人言论，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也在去年5月渲染所谓大国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时，鼓吹中国大陆把台湾视作目标，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所需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在美国国防部1年1度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除了一些老调重弹的内容，也将所谓解放军将于2027年攻台的论调写入。五角大楼甚至还在报告中推演起了台海战争，声称解放军统一方案有4种：登岛作战、导弹空袭、海空封锁和有限度武力行动。不过，有关这次米尼汉在备忘录中宣称中国大陆2025年将发动台海之战，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该备忘录并不代表国防部对中国大陆的看法。针对美军方人士不止一次宣扬所谓攻台时间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反驳并揭露称，一些人不断借台湾问题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实质上是为增加军费、扩张军力、干涉本地区事务寻找借口。美国军方呢，他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为了凸显军方的这种存在感，因为军队嘛，他总是想要通过战争、通过打仗的方式来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夸大台海形势的危险程度。那我们看的去年大陆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多次的演习、演训、演练，都有很大的突破，比如说导弹过顶，还有这个火力围台，对台海的巡航，大陆出动的这个整个的武力呢是规模越来越大，而且都是尖端的装备。那从这一点来看呢，其实美国现在对整个的就是台湾能不能守住，它其实是越来越缺乏信心了。所以我觉得频繁的炒作大陆武力攻台，实际上是反映出美国的一种心虚。美国军方不时冒出一些人散播所谓中国大陆即将武力攻台的论调，但美国是否真有协防台海的决心，还相当存疑。微信公众号枢密院10号日前披露，之前曾发布美国在2026年台海兵推中击败解放军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又发布新报告。不过，这次的结论对嚷嚷着准备对华开战的美国鹰派很不利。报告提到，尽管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挫败俄军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援助已经耗尽了五角大楼的库存。报告的结论是，美国的国防工业还远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报告承认，美军当前只有数百枚远程反舰导弹。洛马公司表示，其生产过程需要2年时间。此外，其他几种在台海冲突中被认为至关重要的弹药——战斧巡航导弹、JAGM 联合空对地导弹、JASSM 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也都需要近2年才能生产。美国防务新闻根据报告内容分析，若美军介入台海冲突，将在1周内耗尽美国的军事物资。此外，美国国防部26号就证实，将援助乌克兰的31辆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与将出售给台湾的是同一型号，但目前没有库存。这也意味着美对台军售武器将进一步积压，显示美方的实际行动并不认可台海即将开战的论调，包括很多的装备，不能如期的交付，这个呢其实是美国目前的情况的一个反应。那么，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也是在施加一种压力，比如说让美国政府、让国防部能够认识到，就是现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确实是能力上还是有很大的欠缺的。那美国如果要想能够在台海冲突当中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可能美国的军工生产的规模要扩大，库存要扩大，特别是呢对台军售要扩大。我觉得这方面的意图也是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26号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约翰逊总统博物馆发表演讲时声称，美方的评估是中国大陆仍倾向以和平手段而非武力方式来夺取台湾，但北京也正为无法达成和平统一目标时做军事准备。
当被问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评估台海战争何时可能爆发的时间点，以供总统做决策是否协防台湾时，海恩斯则声称何时发生我无法回答。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反复的炒作，其实更多的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台海发生战争，避免台海冲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美国很清楚，虽然说美国总体的军事实力肯定是超过中国大陆的，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具体到台海方向，甚至在整个西太平洋，美国并不占优势。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在研判大陆对台动武的问题上，他没有考虑到就是大陆在整个台海关系当中，大陆的意图，大陆到底是怎么设计两岸关系的未来的，没有看到大陆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付出的种种努力。